好，我是花花，我现在在重庆涪陵，今天带大家探秘816工程。眼前的这座山名叫金子山，它背靠武陵山，紧邻乌江，在重庆的崇山峻岭间显得一点也不起眼。而正是这座普通的金子山，里面竟然隐藏着一座神秘的地下核长城816工程。50多年前一支神秘的工程兵队伍在此集结，一夜之间消失在这里的深山老林中。这里所在的白涛镇也随之被从地图上抹去，他们就是这个绝密核工程的建设者。截止1984年工程停工，先后共有6万名工程兵及专业技术人员来到这里，正是他们隐姓埋名，用了整整18年的时间，创造出了816这个核工程的奇迹。816工程的总投资在当时是达到了7.46个亿，这还没包含经费开支及人工开支。如果加上这些，折合现在的人民币，你知道是多少吗？1300亿。它是目前世界上已解密的最大的人工军事动体。动体可以预防100万吨当量氢弹空中爆炸冲击和1000磅炸弹直接命中攻击，能抵抗8级地震破坏，相当厉害啊。2002年的时候呢，国家对这项绝密工程进行了解密。2010年816工程的部分区域开放为旅游景区，这让我今天有幸能够瞻仰到这项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工程。想知道这个50年前的绝密核工程是什么样的吗？那就跟我一起进来吧。我们由7号主导洞进入，这个洞口原设计有2道1.5米乘2米的手动逆转拱形钢筋混凝土门和消波装置，可以应对原子和常规武器的攻击。7号导洞长400米，而在这个工程内部，内饰的导洞、制动、道路、隧道及竖井，你知道有多少吗？总共竟然有130条。所有洞体的轴向线叠加达到了20公里。换句简单的话说呢，工程的总长达到了20公里。洞内规划面积达到了10万平方米，大型洞室总共有18个。我们现在来到的是104核发电厂房。816工程主反应堆是一座生产和发电两用堆。104一旦建成，将是中国第一座利用核余热发电的核发电厂。104厂房长104米，宽25米，高31米，里面有2台8万千瓦的气轮发电机组及其辅助系统。现在这里面设置了变幻的灯光，感觉十分魔幻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。从核发电厂出来呢，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，我们去往9号引水洞。在816工程内部探索一定要跟牢工作人员，因为洞内结构十分复杂，一不小心就会迷路，后果很严重。这就是9号引水洞，它主要是作为冷却用水供给反应堆使用。这个洞长达到了3公里，直径3.5米，采用8台大型水泵从乌江直接取水，提水高度可达60米。从这儿我们可以很直观地看到洞四周的岩壁相当的坚硬，可想而知上世纪60、70年代机器设备非常落后的情况下，工程兵们用简单的工具挖洞是多么的艰难，多么的不容易下面我们就要去到816工程最核心的部分，101反应堆主厂房。这是816最大的洞室。101按工艺流程上下共有12层，核反应堆大厅从3层直通9层，高度为79.6米。眼前这个就是3层核反应堆锅底，这是核辐射最强烈的地方。工程投产以后呢，这里将完全封闭，仅剩一扇逃生的小门。这个小门我们待会儿着重来看。我们先来看一下反应堆锅底的顶部，当年的支架部分依然完好，
大家看到支架的弓形钢上密布了圆形的小孔，这小孔干什么用的呢？这是工艺管的插孔，总共有2001个。投产以后，将使用21米长的工艺管从8楼的反应堆大厅直插到这里。反应堆产生3种物质：没燃尽的铀238、钚239及杂质。这3种物质呢，就是通过工艺管进入锅底，输送到后处理车间，并经过1年以上的冷却和消核处理，变成核武器的燃料成品钚239。由于强烈的核辐射这个锅底区域一旦投产就会封闭。但是我们在一个角落里发现了一个小小的逃生门。这个逃生门又有什么作用呢？反应堆锅底出故障的时候如果机器处理不了，在当时就需要人工通过这扇小门进去处理，那是相当危险的，最多只能在里面待几十秒的时间。核辐射会对维修人员的身体带来极大的伤害，所以说哪有什么岁月静好，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罢了。参观完锅底，我们继续上楼去看看7楼的仪表室，振奋人心的标语还在。去往仪表室的路上呢，我们还看到了当年的电梯。50年前，电梯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东西啊！仪表室至今还完整地保存着1034块仪表，这些仪表主要用于测量工艺管的流量。当有故障出现的时候呢，仪表的指示灯会显示红色。仪表上的生产厂家呢是上海光华仪表厂。最后我们来看一下816工程主反应堆的核心核能交换处，8楼反应堆大厅。反应堆大厅相当的壮观长35米，宽24.8米，面积868平。816工程主反应堆采用石墨水冷热反应堆工艺，是我国第2套核反应堆。大厅中间的这个部位就是反应堆的堆芯，堆芯上面呢设有2001根工艺管，每根工艺管装有64块天然铀嗜热元件和60块的铝热块，铀元件的装载量可以达到215吨。这里的工艺管就是直通3楼锅底的。这块区域也是核辐射相对来说比较强的一个区域。愚公移山，人定胜天。确实816工程的建设者们面对当时设备的落后，条件的艰苦，正是依靠这种不屈不挠和牺牲自我的精神，才造就了这项伟大的核工程。在816工程建设中，牺牲了76位烈士，平均年龄只有21岁。816工程为和平而建，为和平而停。正是这样的英雄，用青春，用血汗，甚至用生命，才换来了我们今天幸福美好的生活。好的，这一期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